用1条视频吃遍河北13种特色碳水美食。5块5的卷果子是用豆皮卷上了卤蛋、卤豆腐和2根油条，碳水跟蛋白质的最佳组合。4块5的布袋是一大个油面袋子里加入了2颗鸡蛋。我们还要吃各种2元1大个的饼，芝麻焦烧饼、鸡窝烧饼，体验大明258小吃组合，还有甜碳水粘状馍，以及清蒸烧麦、河洛和撒汤。以上这些美食都在中国面粉之都河北邯郸大名府。妙游记绝对美食攻略即刻出发！早餐我们先来一份大明的经典碳水组合，就在前面，老十字街油条豆沫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先好了2个，还有。满满的一桌子，4样主食加1个配菜，13块5，里面还有2个鸡蛋。大家觉得这物价怎么样？先来一个特色的布袋。外面是酥脆的外皮，里面是鸡蛋绵软的口感，一口碳水的幸福。这布袋的做法非常的特别，它是用老板特调的油条面团，先做成个布袋的样子炸一次，炸蓬松之后呢，在布袋的一边开个口，灌2个鸡蛋进去，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成品。哇，这一口是碳水跟蛋白质的最佳组合。下一个，来一个全国都很常见的碳水啊，口感呢跟常见的油条差不多，外面是有点焦香，里面呢肉肉的。而且朋友们会发现它这油条中间有个洞哈，来大家猜一下这个洞是干嘛用的？它呢就是用来做这个店里面另外一个王牌产品卷果子的。我们尝一下，这个就是卷果子。刚才那油条中间那个洞呢，就是来放这个卤鸡蛋的。它一个卷果子里面啊，2根油条加1个卤鸡蛋，外面呢就是北方人的心头好哈，豆皮，是不是每个北方人都巨爱吃豆皮？哇，这一口下去味道好丰富，尤其是这个油条经过豆皮的卷裹之后，又吸收了卤蛋和卤豆腐的酱汁，哇，肉肉的，很有嚼劲，卤汁特别的香，让整个果子呢是咸香口，不错不错，推荐。我们尝一下豆沫。哇，这豆沫里面
面呢还放了粉条、花生和青菜。早上喝一口豆沫，又暖又香，而且它口感超级细腻，尤其是里面的芝麻盐太香了。它这个就是纯芝麻，炒熟了以后碾成粉，也没放盐，不知道为啥要加个盐字。我们今天喝的这个豆沫虽然带个豆子，但它不是豆子做的哈，它是小米磨的面做的，特别的细腻。它其实是一个在北方广泛流传上千年的小吃，被称为小吃中的活化石。好像在北方这边呢，有很多杂粮煮的粥，是那个年代呢我们贫苦群众处理食物的一种智慧。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尝尝这种有时代印记的食物哈。其实现在才早上10点半，他们都已经准备要关门了。所以如果朋友们要来品尝这一款大明的碳水早餐呢，一定要10点钟之前来。我要住在这，我天天过来吃。下一家就在前面，来个鸡窝烧饼。哦，像它这个就是属于夫妻店，小小一个店面，老板两人在这做饼。这个用的是发面，然后它是沾的花椒油，对。一个烧饼，鸡窝烧饼啊，然后夹一个，这可以夹火腿肠哈。谢谢，终于拿到了鸡窝烧饼。他发现大明这边很多饼，它其实长得差不多，但其实呢，它是大有玄机的。这个是鸡窝烧饼，它是一面有芝麻，一面没有芝麻。它呢是老面发酵，烧饼制作的时候是用那个刀会砍出花边，这里面其实是中空的，用刀一拉呢，就里面这个口子可以包万物。小麦的香味很重，它自己带的咸香呢是老板做饼揉面的时候带了它的花椒、五香粉或者油，很顶，你知道吗？老面这种面食，它不像我们南方的馒头是很蓬松的，看着大，吃进去一点点，这个吃进去多少就是多少。像这个鸡窝烧饼呢，它是外焦里软。那大明街上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芝麻焦烧饼呢，它就是全部很酥脆，我们也会吃到。糖的就没花，对，没花。哦，你们那个花是为了区分甜咸。啊，对。哦。糖呢，你不能拿花，拿花它不是糖不漏了吗？啊，对，就咸烧饼它是砍了花，甜烧饼呢是没有花的。甜烧饼2块5一个，贵5毛钱，这个物价，碳水快乐。红糖白糖混合的。好吃好吃，老板这个好吃哦，谢谢啊，生意兴隆哈，拜拜。那我们继续碳水之旅。大井粘状馍，老板要一个粘状馍，这怎么卖的？这10元1斤。好的好的，给我切1块吧。行。这个纯天然食材制作的啊，这新疆的灰枣、豇豆，还有大黄米。软软糯糯甜甜的，好吃的。外皮是焦脆的，里面有加糖吗？没有，是这个灰枣的甜。完全食物的甜，哇，这个甜度真的特别好，非常天然的感觉。你们一般是什么时候吃这个？没有特定的节日，就是平时就是会做一个小吃，就平时就是自己吃这个哈。
不错不错，大家来大明不仅能吃到咸的碳水啊，还能吃到甜的碳水，总之就是碳水天堂。好，我们下一个。我们这口味比较重。哦，外来人还加一勺面汤，怕我们吃的清啊。本地人面哦，谢谢，来喽。就是把馒头掰成小块，泡这个里面吃。哦，饭就这种吃法。好嘞，谢谢。带水的碳水。这个就是河洛，是北方的一种面食，它其实就是荞麦加小米加鱼皮做成面团之后，放在那河洛床子里面直接压出来的，每一碗都是新鲜现压现做，感觉特别健康。一碗河洛放了半碗的豆芽，而且这个汤呢，还因为我们是外地人，特意加了一些面汤，应该是很多外地人来说觉得北方口味太重了。但吃了半天的碳水，终于吃到有汤的了啊！真的会有点咸。我们这个还是加了面汤的是吧？那外地来的朋友，阿喵建议你们也是一定要加面汤哦，不用你们说，当地领导要求他们必须外地人加面汤，非常有嚼劲，麦香味很重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放豆芽了。放了豆芽多了一种清甜，把它那个重口稍微冲淡一点点。真的要豆芽和河洛炸在一起吃，很杂粮的一道碳水，感觉很健康。尝块牛肉，它这个牛肉卤香十足，很进味。据说是先炒过，卤子也是炒过，然后再把它做成牛肉汤，再来个撒汤。撒汤因为放的也是河洛的那个牛肉汤，所以汤底味道是比较重的。不过呢，里面的麦仁很清甜，麦香十足，所以它整体的口感呢，比刚才的河洛阿喵觉得更适口一些。只要不大口喝汤，就觉得还 OK。这样吃咸度就觉得差不多合适。阿喵觉得撒汤和河洛最大的特点哈，因为它那个牛肉汤啦，炒那牛肉的时候放的是牛油，所以整个汤呢就是这种牛的油脂香很重，就吃完之后你感觉自己热量巨高，精神抖擞。这边北方人力气比较大，干的活比较多，所以需要就是这种重油重盐然后重碳水的食物啊。因为大明是在运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。古代呢，这里有非常多的漕运工人。漕运工人对于食物的诉求呢有两个，一个是便于携带，第二个就是重油重盐，可以快速的补充体力。清蒸惠存肉饼，羊杂汤。那个羊杂汤。哪个？豆腐汤。没在单子上。没在单子上，本地人才知道的是吧？行，来个豆腐汤。软烧肉。软烧肉啊！你看，这是本地大哥给我推荐的，谢谢你啊，超热心的。
到北方以后，无时不刻都在享受碳水的快乐。满满牛肉洋葱香。这个饼皮很有嚼劲，外皮是有点酥脆的，好吃好吃好吃。我们现在吃的呢，就是典型的肉饼，它是一大团肉包在面皮里面煎制出来的。你看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很多的肉，然后薄薄的面皮，这个就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一种吃法。据说是千年以前啊，突厥带来的一个美食，是宋代的时候传到中原，所以现在河北呢，像香河啊、大名啊，都有保持这样的吃法。那烧饼和火烧呢，据说里面是没有肉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既然来到了北方，饼管够，咱们等会儿就去试一下。再来口羊杂汤，哇，羊杂汤都是乳白色的，哇，里面好多羊杂。来，先喝一口汤。哇，羊肉味好重。我真的会比较清淡，尝一个羊杂，羊味儿巨重，而且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盐，非常的清淡。我让自己放料。哦，自己还要放料的啊，对，那是原味的。孜然粉、胡椒粉，还有盐和味精。如果想要吃辣椒，就可以放辣子。在屏幕前有没有北方的观众？你们都怎么放这个羊汤的比例啊？胡椒、盐、味精、孜然、辣椒，瞬间感觉就有味儿了。尝一下阿喵版的汤。哇，赞赞赞，味道很丰富。再来个本地大哥推的软烧肉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就软软糯糯的牛肉，一点都不渣，一点都不柴。而且呢，因为它是卤牛肉裹的鸡蛋嘛，外面那层鸡蛋煎炸了之后呢，就非常的香。真的，这个一定要吃软烧肉。本地大哥还给我推了一个隐藏菜单上的豆腐汤，这个汤真的是很稠的。哇，这个汤味道很重哎。里面有这种切成长条的老豆腐，有木耳、葱丝儿，北方的大葱。来一口，哇，打开了南方人的新天地。这个汤口感就像米糊，一入口呢又很刺激，带点酸，但它是那种醋酸的感觉。它为什么就在菜单上呢？可能是不是外地人没那么容易吃得惯？除了这个豆腐汤，他们家还有一个正常菜单上没有的本地人隐藏菜品。哒哒，羊脂饼。来一个。热乎乎的，表皮好酥脆，羊肉香好重好重。虽然看的都是羊油，但吃起来感觉不腻哎。喜欢吃羊肉的朋友一定要点，直接跟老板说羊脂饼，好吃。吃完惠存肉饼，往左边20米就是我们要吃的火烧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到右边买个香肠，走。500居香肠，这个也是大名特产。大哥这试吃的，我们先尝一口哈。味道调的相当好，卤香味，风干晾晒，再蒸煮。肥肉的油脂呢，其实不会让你觉得腻，正好是把那个瘦肉包裹住，你不会觉得柴。然后单吃呢，阿喵会觉得有一点点咸，可能要包在包在烧饼里面会更好吃。对。下一家锅巴火烧店。
烧，看着好像跟我们吃鸡窝烧饼有点像哈，但是它表面是没有芝麻的，两面都没有，而且里面特别多层。像这样开口的烧饼，大家都知道可以卷万物。那老板家呢是有他特制的红烧肉，我们要了一个，10块钱。还没咬到肉，但是好酥脆啊！让我想起了陕西的老潼关肉夹馍，也是这么多层。红烧肉蛋卤得非常好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卤香味十足。这锅巴火烧除了包他们家红烧肉，还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包，是咱们买的500G 香肠。包了香肠因为是冷的，所以它整个口感会更硬一些，更有嚼劲。而且香肠包在火烧里，就不会那么重口，味道就变得刚刚好。一定要这么试一下啊，好顶！但这还没完，因为在大明有个很有名的小吃组合，258，就锅巴烧饼、500G 香肠，还有个2是什么嘞？我们去试一下。200年老汤做出来的烧鸡。有种很特别的香味，有一说一，它的口味是比较重的，我觉得单吃说有点咸，但是确实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，就是你们那个老汤的香味是吧？对，放了很多香料吗？对，但是在大明口味重点，我这个口味还是属于比较淡点的，真的。朋友们，就是你们在大明吃这个呢，就是像阿喵一样，买个火烧。我们放火烧里面吃一下，来个豪华版的火烧。这会对了，这个味道中和了，好吃了。所以你们这2毛烧鸡不是连锁啊？不是连锁，大明都是我们本家的，全本家的哈。200多年历史啊，200多。啊，但你们做是大家在一起做吗？不，自己做自己的。自己做自己，那个汤就分给你们了。啊，对，比方说我干，然后我找我爷爷要点啊，然后都这样来回要。好有意思啊！对，所以呢，这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烧鸡。就朋友们有机会来大明玩的话，来尝一尝这个258之首的2毛烧鸡，就是100年味道，200年哈老味道。那谢谢老板哈，生意兴隆哈。哎，那我们继续下一家，走。哇，阿喵身后就是大明府，它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北京。走，我们去溜一圈。现在其实感觉会是整顿过，比较现代，就比较规范的商家，很多这种现代的店面。到处都能看到烧饼摊。这个是做的蜂蜜的啊。不是，我这是油盐的。油盐的。做烧饼就是要用刀这样砍，这是传统，是没有线的哈。这是最传统的。
喵现在买的这种芝麻烧饼呢，在大明是非常常见的街头美食，它基本上都是夫妻店哈，大哥大姐在里面直接手工制作，特别治愈。芝麻烧饼上面呢，全部都是芝麻。油盐的咸烧饼呢，老板会给你把它开一个口子。那甜的呢，它背面是没有芝麻的，只有一面。咸口呢是两面都有芝麻。据说吃这个芝麻烧饼呢，要把它敲碎，很治愈一生。哇！这个蜂蜜口味的是3块钱一个，看着很治愈啊，甜甜的。烤的就是会带点焦糖味儿，好浓好浓。咸烧饼是这样给你开口，可以夹万物。老板刚才给我夹的辣片，尝一下。2块钱一个，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太棒了，老板，好吃好吃好吃，谢谢。我们继续。这个大名府的城墙啊是可以爬上来的，而且进去也是免费的。走在这里啊，有一种这种历史交替的感觉哈。可能说起大明，朋友们不是很熟，但说起《水浒传》熟吧？大明呢，就是《水浒传》故事的发源地，而且其实大明它的地理位置呢也特别好，处在山河4省的 C 位，就是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，哇，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。而且大明的物产非常的丰饶啊，尤其是盛产小麦跟芝麻，它是中国面粉之都。所以你看，咱们吃那个烧饼哈，小麦芝麻的最佳组合。所以大明呢，可以说是中国的碳水天堂。喜欢吃碳水的朋友，来大明就对了。这次真的要感谢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的邀请，让我们在这样一座小众美食之都，能够享受碳水的快乐，太赞了！咱们继续，最后一家就在前面，走。老平烧麦馆。尝一个啊！好吃，它肉馅味道调的好好啊，它是牛肉洋葱，但是加了非常多的姜丝，所以说你吃起来呢一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，就是牛肉纯纯的味道，那个面皮就很有韧劲，跟阿喵之前在其他地方吃的烧麦的口感呢是完全不一样，真的很有河北特色。这就是北方的烧麦吗？赞赞赞！吃老平烧麦呢，一定要蘸这个芥末酱，而且芥末酱里呢一定要加醋。有种吃寿司的感觉，虽然不蘸就已经很好吃了，但蘸了，上了一个 level。烧麦啊，真的很好吃，它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食物。
有种比较广泛的说法呢，就是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那一带的商铺茶馆里面啊，以前这个客人呢在里面歇脚的时候，他会自己带一些菜，然后这个茶馆呢，他就会卖一些面皮，帮客人把那个菜卷在面皮里面热了吃。后来慢慢的呢，他捎带着店里面的菜开始准备了，但是呢，只是按面皮的价格来收，所以就叫烧麦。现在呢，烧麦虽然名字是叫烧麦哈，但是在南北它差异还蛮大的。比如说在北方呢，内蒙古哈就是传说中烧麦的发源地，它主要就是放羊肉。那在北京呢，它除了羊肉还会放3鲜。然后现在我们河北呢，今天吃到的这个是牛肉跟洋葱的，那有一些店呢，它是这个猪肉跟大葱。但是到了南方啊，就是完全不一样了。比如说江沪这地区的糯米烧麦，在广东呢，它茶楼里面吃的呢也是干蒸烧麦，而且他们也会放肉哈，好像会放猪肉啊，甚至是海鲜啊、瑶柱啊这些啊，非常香。哎，你们那的烧麦是什么样的？评论区告诉阿喵，我们一起来一个烧麦大比拼。那这一口河北大名烧麦，阿喵先替你们吃了，你们有机会自己再来哈。又要了一个紫菜汤，3块钱，这么多紫菜，放了虾皮儿，很鲜。